最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算是我追的他。我是一个人来深圳打工的，自从遇识他以后，他很照顾我，也很关心我。那时候我觉得他长得很帅，人很善良，所以我心甘情愿为他付出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他那么好，他就不懂得珍惜我。我确实做过一些对不起他的事，与别的女生有暧昧关系，不过他什么都没说，都原谅我了。这次就跟他暧昧的一个女孩不停的发信息骚扰我，把他们的那些内容都发给我。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我没有办法再原谅了，所以我一定要分手。我不想跟他分手，只要他答应我，我还是会好好跟他走下去。可是我没有勇气去。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一心一意的爱你。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男主人公小李22岁，来自安徽，职业服装销售；女主人公小刘22岁，来自广东，是一名会计。来，有请两位。一个广东人，一个安徽人，在哪儿认识的呀？深圳，就我们两个都有晨练的习惯嘛，然后住的那个区比较近，跑步的时候可能会擦肩而过，次数多了就注意到他存在了。刚开始觉得他蛮帅，后面看他跟那些环卫工人啊都聊天，有时候买水给他们喝，就觉得他特别善良，所以我就想认识他。有一次我就直接跟他说我手机忘带了，可不可以借我打个电话？我就直接用他手机拨我的号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手机原来是忘带家里了，他就跟我说那为了庆祝你手机没丢，我请你吃早餐吧。然后我们就这样熟悉了。有一次他跑步的时候不小心把脚崴了，然后我就扶着他到他那个住处那里去。我当时看到那个地方特别小而且很乱，我就帮他收拾了一下，在他家那里做了他喜欢吃的饭菜给他，他就说很好吃，我就说那你喜欢吃，我以后可以一直做给你。当时我脚拐得也挺严重的，他说对我照顾也是蛮好的。好吃吗？好吃啊，我就说好吃，他才那说，他说以后都做给我吃，当时挺感动嘛。挺好啊，又温柔又体贴又主动追求，但是你怎么那么不知足呢？在小片里也说到了哈，他做什么了？告诉大家，就是他每次都去广州跟人家暧昧，然后现在是这个女的直接给我发骚扰信息，天天半夜发，每次发的都是他跟他的那个截图内容，说什么他约人家出去吃饭，想跟人家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我忍受不了了，我一定要跟他分手。他就你们谈了有多久啊？1年多。这个暧昧的异性暧昧了多久啊？他以前就曾经为了他跟我分手。我是做服装的，然后就是经常去广州那边去上货，然后在那边认识的那个女的，慢慢的对他也算有好感，一时冲动，我就打电话给他，跟他这边分手了，就跟那女孩子继续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工作，就觉得他什么工作方面啊，对我还挺的帮助的。后来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我有时候男孩子我不太照顾家里，就是家里乱，他比我还乱。还有一点特点的，我最接受不了就是。他有时候喜欢跟他那些姐妹哥们出去唱歌玩，一玩通宵不回来。我觉得那个女孩子有时候生活方面照顾不了我，然后后来我就回来找她，我打电话给她，我说，我想跟你见个面，跟你谈点事。我本来以为她不会答应我，后来直接就答应我了。我就向她说明这个问题，本来以为会拒绝，结果她没有，她直接就很爽快的答应我跟他复合了。他跟我分手那段时间，我很伤心，但是我也没有去纠缠他，我就一直一个人默默在那里流眼泪，一下子就瘦了10斤。没想到他突然间就打一个电话跟我说复合，简直是把我从绝望的深渊拉出来了。我就觉得特别高兴，我一下子我没考虑什么，我就答应他了。复合之后，我对他还是跟对以前一样好，他发生那些事情我当作没有发生过。然后没想到我有一次就逛街，因为我知道他会去哪些商铺供货，所以我就想给他个惊喜，然后没有想到惊喜变成惊吓，我就在那看到他跟一个女的很亲密。是那个女的吗？我上次跟他是另外一说了个，那个是广州的，现在这个是深圳的，2个啊。那人是我一个客户。客户你捏人家脸颊？我跟他客户走的比较好吧，有时候开一些玩笑，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就是这样子咯。就搂搂抱抱是吧？
也没有说那么多亲密嘛，反正也有一点啊。他就是跟人家有暧昧啊，他自己都承认啦。我就觉得那个是一个客户，想关系拉好一点嘛。哎，那女孩对你有意思吗？他们互相都有意思，我看出来了。我已经给你解释清楚，他是我客户，是不是？我那时候喜欢的是你，我对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就是纯属跟客户之间打闹。反正你也原谅了是吧？你当时不也原谅我了吗？啊，对，他跟我解释，我也不想跟他吵那么多。我觉得反正他也是道歉了。事情发生也没有意义，只要他下次不要再这样，这个是重点。但是现在有3次，我听来听去不就2次？还有一次是我们差不多是第一次，我们差不多交往几个月的时候吧，他就电话短信特别多，跟他一个老乡暧昧。那是我的一个老乡，认识的挺久，玩的也挺来的。但是那时候没认识他，我认识他以后就没有跟那个女孩子太多来往了。没多久，那个女孩子打电话给我，她说让我去帮她一个忙。那时候她搬家，有些重东西她搬不动，就让我去帮她搬。然后我就去了，去了后从那呢打电话给我次数就稍微多了一点。然后我也没有太拒绝，毕竟是老乡，没多想。然后我有时候每次就是这样，不拒绝。我有时候呢背着他，就是怕他生气。我根本都没有做什么太出轨的事情啊。那就是说，实际你承认的就一回是吧？其他的都不算。我只为了之前去广州那边那个女孩子啊，好吧，跟她分手过。那现在这个发短信骚扰你的就是广州这个女孩，是吗？对。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女孩就是指责我才是他们2个之间的第三者，她才是爱他的，不爱我。她报复我们的。我不相信你。你凭什么不相信我？你一定得相信我这次。她来报复我们，你都看不出来吧？我不相信你啊！因为我什么证据都有啦，我干嘛还要相信你啊？我根本就没做这个事，我去广州根本就没找她。人家信息都在那摆着了，你约人家怎么吃饭什么的。她发什么你不相信？是吗？你是在广州约人吃饭了吗？不是我约人家，是人家是那时候啊，是他约你我刚去的时候啊。那女的打电话给我，我本来是不想理她啊。去吃饭了吗？我本来是不想跟她去，自从上去吃饭了吗？去吃了。哎，那不得了吗？那还是吃了吗？我只是没拒绝她。哎，又没拒绝。那时候从我老乡那一次开始，在外面做错事情。我跟他说，我第一次以为他会跟我吵跟我闹，结果他什么都没有。刚开始我觉得还挺幸福，干嘛的？说哎，我女朋友挺体谅我的。到后来我看到我哥们他们在外面有一些什么事情，女朋友跟他打死，吵闹闹个不停。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有点挺质疑他的。你还质疑我？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现在做错事的是你，你把责任往我身上推。你有时候口口说说的，你有时候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怎么样？可是你什么都没反应啊！我听明白了，自己逻辑是说，一个爱我的女人，如果我这样的话，她一定会很着急、很上火，会跟我冲突。但是为什么你没有这样做？因此我觉得你不够爱我。是的，我之前根本我就像我那个客户一样，我那时候就是想试探他。呦喂，他那天晚上真的很可笑。他那天晚上你还不够好，你这样子对我。你还要怎么刺激我啊？那个姑娘，我问问你啊，他这些事儿你在意吗？在意呀。那他那个疑问就是你为什么不跟他闹呢？我在背后都不知道哭了多少次，伤了多少心，但是我就是不想在他面前表现得太好像怨妇一样，整天为了这些事情。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应该是开心的，我可以原谅他，他下次不要再发生就好了。我觉得爱情就应该是这样，我理解，我包容他。他那个包容已经没程度了，不管我做什么，他都无所谓，你知道吗？你都做过什么？就像我那时候跟我那个客户，我来刺激他，他都什么没感觉。我那时候我知道，我知道他肯定看到我都不信这个，你怎么知道他那天要去啊？恰恰在他去的时候，他晚上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问题，他提了。嗨，行吧。各有各的逻辑。你今天来的目的是谋求人家原谅的，对吗？我是求他原谅的。他这次本来就想给我打算分手，必须分，不可以再原谅了。你为什么你不能原谅我这次？我就是看到你不在乎我才这样子做的。你看我怎样不在乎？我对你还不够在乎吗？我为你做饭那些的，你都没看见吗？反过来还说我不在乎你，我就是给你面子，我不想让你难堪。
我哥们他们，我朋友他们出去做错事，回家都是怕女朋友、怕老婆打啊、骂呀、吵什么的。你知道在我心里是什么？我就渴望我做错事回去一下，你能说我一下。结果你就是不说，你什么都没说，你什么都不表态。兄弟，你这次做错没有啊？我这次没有。呵，还什么都没做错呢？我这次我真的没有。吃饭没有啊？吃饭不像他说的那样子，好不好？好吧，现实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了。这个小伙子还能再被信一次吗？在他们过往的这个情感当中，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我们一起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男女之间的爱啊，分3种，一种他不一定爱对方，但是一定要求对方无条件的爱他，就像他就是第一。第二种彼此相爱，真诚相待。第3种，他不管对方爱不爱自己，自己一定要无条件的去爱对方，即使受的伤很深，哭了很惨，女方就是第3种。现在第一种遇到了第3种，就产生了现在这种情况。先说男孩，你不光自私，而且很作。之前就是因为你一次一次得逞，一次一次的没有底线、没有原则，才导致今天。女孩在爱情当中没有原则，你把爱当成了一件可以没有底线的这件事，绝对是错误。所以如果你还想给他一次机会的话，我建议就是真真正正的最后一次。你是主动追的他，那只是双方亲近的开始，但如果由主动开始变为被动的存在，那必将你是最倒霉。所以现在的选择权在你了，你主动选择是让他走，还是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在你。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在偷换概念？明明他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啊，暧昧啊，跟人吃饭啊，前面的人没有断掉，最后他绕来绕去绕到你身上，说你不关心他，完全是偷换概念。你知道他为什么有一颗压抑不住总是想出轨的心吗？因为你永远在他身边，不离不弃。不离不弃是一个很好的词，但是不离不弃是有前提的，他的前提是这个人是个好男人。你究竟是想要2个人在一起，还是想要和一个好男人在一起？你一直觉得这个人又回来找我了，我就要跟他在一起，这只是为在一起而在一起，这个人真的适合你吗？你还想过以前一次一次的那种生活吗？温柔贤惠可人，却一点要求都没有。你觉得自己很包容，错了，你那种不叫包容，你叫什么？叫纵容。对于一个男人，最好的方式不是你只要回到我身边就可以了，而是不要纵容他，给他划下底线，划下这个道德，跟他说你迈出这一步就不行。经常有人在微博上提起我原来说的那句话，对于自己所爱人的伤害，1次是无心，2次是有意，第3次就是无耻。对于伤害自己的人的包容，1次是大度，2次是宽容，第3次就是犯贱。用在你们俩身上实在是太贴切不过。女方就不多说了，就像陆琪老师所说的，对于有自省有自尊的人来说，你的包容还是包容，反之你的包容就是纵容。我是大概不会相信男生是爱女生的，但是我相信他对她是有感情的。这个感情或许可以用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一种利用式的习惯。生活当中总有一些男性结了婚之后，每次都要到外面去野，发现了之后他又死活不离婚，他就不离，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在这儿可以得到安定，可以得到温暖，有个归宿，所以他在外面怎么野我都不离这个婚。而恰恰这个女人呢，又可以一次一次的包容，就所谓的把沙子揉碎在眼睛里。如果从我们自己的个人喜好和道德感来说，他肯定适合那种特厉害的，是吧？就天天把他管得服服帖帖那种人。而他呢，却适合那种非常自觉，是吧？非常有自省能力的男人来终身保护着你。但是那是我们的美好想象，我几乎可以预料到今天你们还会走在一起。但是基于我们每个人对于道德感的美好向往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就此绝尘，至少
在目前的这段时间，不要再这样执迷不悟。这就是我的话，就这样。来到这爱情保卫战真的好，长了这很多知识。你别看我们这年龄过来的人都听着这个3位嘉宾呢，我真的也懂得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爱情的道理。这个男嘉宾生在福中不知福，妈，你这么幸福，完之后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所以我知道了，我这一次来，我就是求他别跟我分手的。你看，我再说这个女孩，这个男人呢，确实有的时候很贱。你就拿我来说。刚前2个小时，然后呢，你们这个师娘啊，脚就是崴了。我马上从我包里边，想就有那个红花油，马上我拿出来，哈给人擦完以后，再给他呢，绝对一点什么，你像什么还是感动，还是什么玩意儿啊？这管用不管用啊？你这，哎，你给看看怎么着啊？这。我说啊，哎，好，我说咱们在一会儿下午，实在不行，咱们找个大夫，咱再好好检查检查，实在不行照个 CT 什么之类的啊。他也对我这么厉害，我就规规矩矩的。所以你这点你得向他师娘好好学习学习，听见了吗？啊，你听这语气是我的语气吗？不过那个开玩笑，这是我倒是感觉这个2个孩子都很可爱吧，对待爱情呢有一个很美好的向往。可是呢，我觉得别太盲目。啊，爱情很神圣，真正的你的爱人是什么样子的，想清楚，不是说一看哟，小伙子个儿挺高挺帅，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你爱上他了，我觉得很盲目，是不是？又没有经过什么事情，你也不了解他，不是说随便一说我们俩，哎，他爱我，我爱他，我爱看他，他爱看我，这就爱情了，太远了。大概你应该自省一下了，兄弟。有没有爱美，自己心里清楚。小片里也说了，我也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儿了。在未来的日子里还会吗？不会的。刚开始我只是抱着激怒他的心理。你别了，我跟你说，这就太讨厌了。错了就是错了。我倒喜欢你小片里的态度，我错了，我认错，我以后不再这样了。而你现在给他一套理论依据和支持的话，那我是这女孩。我建议你就走，如果他是这么个态度的话，必须得走。他这个逻辑是这样的，你这样宽容他吧，他说你对我冷漠，你不爱我。接下来你管他管紧一点的时候，你不信任我，我在外面有。他要有什么的时候，他总是能找到一个借口的话，这事儿可就麻烦了。不是，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呀，你要记住一个真理，你要骗他就骗他一辈子，你就不要时而坦白，时而在这骗。我没有骗。你没有骗吗？我没有骗，我真的爱你。不要走好吗？你不要这样子在台上，你不要这样子，理智啊！不要这样子在台上，不要这样子。这个来理智。你说你没骗他，你跟别的女人嬉戏的时候，你的良心被狗吃了，你还叫得出来？你还好意思叫？错了就应该认错，去把错误改了，而不是给自己的错误找借口。这大概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道理，喊没用，怕失去就好好珍惜。接下来时间你们俩自己的表白吧，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也跟你说什么你都原谅我。我那时候不知道，我以为你不在乎。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子做了。我知道你对我好，我明白你的心，不要跟我分手，我会好好跟你走下去的。我以前做错的事，我以后会改。我哪怕改不了，我也会尽量去改，努力的去改。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其实一开始跟你在一起，我真的觉得很开心、很幸福的。可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我原谅你一次又一次。我觉得我真的已经伤透了心，眼泪都已经哭没了。我不想再去过这种日子了，我真的很怕你又这样一次，然后又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已经没有那种能力去承受了。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什么我都会改，我会努力的去改，好不好？好了，时间到了，请亮灯啊！回吧，2位。来，请关门啊！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如果你的他是他，你会原谅他吗？
支持呢就是原谅，反对就是不原谅。来，各位请选择。现场有15.38%的观众朋友说我们原谅，还有84.62%的朋友说我们坚决不原谅。这个比例数我们发现，其实在心理认可度和接受度上，大家都会选择不原谅，还挺高的。来，各位一起数5个数，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5、4、3、2、1，请开门。就是爱你，爱你。我不敢，我的亲，我的亲。来，过来吧。你原谅他了是吧？真的是最后一次，再原谅你最后一次。来，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他们说你把这个礼盒送给他，代表着你要对他说，在你的世界里，爱要有他，你才完美。同时要感谢天津东尼佩奇钻石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钻戒。接下来的这个时刻就属于你们自己了，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浪漫而神圣的时刻，请见证。感谢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前做错什么，我们都以后不要再计较，我会好好带你走下去。如果你以后再这样，我一辈子都不会理你。我不会的，我会让自己成熟起来。我爱你。亮灯吧，高兴吗？高兴，谢谢你。管住啊！能管住自己吗？能管住。生活里2个人最需要的其实是坦诚，如果都坦诚了，很多问题就做。拿着走吧。谢谢。谢谢你们。好，谢谢。祝幸福，请回。